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穿抹胸鲜花裙惊艳全场，中式复古美出天际。赵丽颖工作室晒出了一组她的最新活动造型图。她身穿一袭中式抹胸鲜花裙，将复古风情与明媚气质完美融合。精致的妆容衬托出她标志性的小圆脸，肌肤状态好到发光，紧致光滑的看不出丝毫岁月痕迹。这身造型将东方美学演绎得淋漓尽致，从裙摆的刺绣花纹到盘发的古典韵味，处处彰显着传统之美。最让人惊喜的是，赵丽颖在现场还化身修表大师，专注摆弄着手中的怀表，纤纤玉指灵活转动零件，展现出与荧幕形象截然不同的另一面。这套造型既保留了赵丽颖一贯的清新气质，又多了几分成熟韵味。修表的画面更是意外之喜，让人看到了她多才多艺的另一面。这组照片完美展现了赵丽颖从青涩到优雅的蜕变，见证着她不断突破自我的成长轨迹。赵丽颖这次身穿中式抹胸鲜花裙的亮相，简直是一次视觉与文化的双重享受，给人带来犹如穿越时空的感官冲击。裙装的设计巧妙地将传统与现代融合在一起，抹胸线条与西式剪裁结合，而裙身上绣满的花卉图案又深蕴典雅意味，将东方的柔美与现代感完美嫁接。这一造型不仅是简单的时尚表现，更是她对中式美学的一次深情致敬。赵丽颖的身材姣好，抹胸裙将她的肩颈与锁骨线条凸显得优雅纤细，再加上裙摆用大量鲜花刺绣与层层薄纱营造出的如梦若真效果，让她宛如从古典名画中走出的仙子。那一瞬间，似乎整条红毯都被点亮，网友们不禁惊呼：太惊艳，像古代贵妃走出来，这是把东方美演绎到极致。的确，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造型，而是文化与美学层面上的一次深度碰撞。更重要的是，这场亮相传递出的不只是审美风格，而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彰显。在时尚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赵丽颖这样将中国传统美学带入国际视野的人，无疑为更多人打开了一扇欣赏东方之美的新窗。而中式元素的巧妙运用，也让这次造型既有浓厚的气息，又兼具当代时尚感。这样的美，不刻意，不做作，却直击人心核心。在这场造型蜕变中，我们看到赵丽颖不仅在角色上不断挑战，更在风格上持续进化。从早期甜美邻家到时尚女神，她始终没有被固有形象束缚，而是不断探索新的风格边界。这次的中式鲜花抹胸裙，是她审美系统里一次视觉巅峰的体现，更是她对于自我风格识别与表达的一次深刻宣告。她不局限于女孩或职场女性的标签，而是一位能驾驭多种视觉与文化表达的多面性存在。而这份敢于突破舒适圈的勇敢，也在为整个华语女性形象树立榜样。她用行动告诉我们，不需远离传统，就能诠释经典；不必复制他人，就能绽放独立；不靠刺激作秀，也能创造高级视觉冲击。这场造型背后，是她作为文化传播者和时尚先锋的自信姿态，是她对中文元素的一种当代表达。写到这里，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这不仅是一场视教秀，更是一次历史与现代对话的瞬间。在时代潮流的洪流中，沉淀数千年的文化被注入新的样式与语境。赵丽颖正以女性的柔光与力量感，让这种文化显得更具亲和力与当代性。她不再是传统美学的复制者，而成为它的再造者。最后，想对每位关注赵丽颖的你说，感谢你们与她一道见证这种被传承的美与不断重塑的视觉力量。更希望你我都能在生活中尝试融入那些源于我们文化的美学元素，用真诚与热爱去感受，去表达。因为真正的美，不只是照搬眼前的样式，而是将它与我们的身份、文化与审美自教耦合，形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审美场。赵丽颖的中式鲜花抹胸裙，只是一种开启，
而真正的美与感动，还在我们继续创造与体验的后续旅程中展现。王一博行程太满惹争议，乐华重新估值，资源飙升藏玄机。最近，王一博在户外运动方面已略显疲惫，可乐化娱乐仍坚持让他继续参与各类户外活动。乐华不同意王一博休息调整，也不急于为他筛选新项目，原因其实很明显。当下王一博接商务活动比拍戏更能为公司带来可观收益。王一博之所以备受大品牌青睐，品牌方还愿意支付乐华高昂的合作费用，一方面是他人气颇高，另一方面是他身上的潮流、运动特质与品牌的风格以及目标受众的期待高度契合。对于乐华而言，与其让王一博花半年时间拍一部电影，仅拿到3000万税前片酬，不如让他多参与摩托骑行、户外活动等。只要他能吸引到奥迪、安踏、海利汉森这类出手阔绰的大金主，拍不拍戏对乐华来说似乎没那么重要。毕竟在如今的长剧和电影市场环境下，即便是有顶流加盟，投资方也难以拿出充裕的资金来支撑项目。在我看来，乐华这种商业考量虽有其合理性，但也应关注王一博的身体状况和职业发展。过度消耗王一博的商业价值，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演艺道路。只有合理安排工作，才能实现公司和艺人的双赢。近段时间，王一博的行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几乎以1周3程、每日连轴转的节奏进行。无论是商业代言、影视宣传、品牌活动，还是各类文旅公益行程，他的身影如影随形，不断的刷屏社交媒体。这种密集曝光无疑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当下娱乐圈的顶流地位，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外界对其超负荷工作、身体健康能否支撑、是否被公司过度使用等话题的争议与担忧。而在舆论漩涡的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悄然浮出水面：乐华对王一博的战略估值是否正在悄然调整？王一博此番资源爆发，究竟是粉丝热捧的偶然，还是资本审时度势的必然？首先，不可否认的是，王一博近年来的商业价值正处于一个高位运行状态。从2023年起，他连续成为多个国际高奢、科技、出行、运动、户外等品牌的代言人，尤其是在代言 HHHELLY、Hanson 等高端品牌后，不仅带动产品热销，更刷新了内娱男艺人的商业联动高度。品牌对其的青睐已不仅仅是看中他高颜值与流量，而是其所代表的新青年精神：独立、专注、极致、低调，却始终走在前列。这种气质与国际市场诉求完美契合，也使得王一博的商业价值在业内逐步脱离偶像范畴，进入可持续运营的高阶资源。也正因如此，乐华对他的战略资源倾斜也呈现出明显变化。从早期的以综艺博人气靠影视累积人设，到如今几乎完全围绕其个人气质与长远发展量身定制的多元矩阵运营，王一博的行程不再是被动安排，而是一场场精准的价值输出。这背后不仅是公司对其未来布局的重新审视，更是资本逻辑下的重新估值。在过去，艺人的商业价值评估常围绕热度、粉丝数量、带货力等指标，而王一博的案例正在推动另一种评估体系的诞生。他所拥有的不仅是即时红利，更是一种独立品牌影响力和中长期增长潜力。不过，资源的集中与过度也引来了外界的另一种质疑：是否乐华在其合约即将到期之际，想要在最后的黄金时期最大化释放王一博的剩余商业价值？毕竟，从目前坊间种种风声来看，王一博与乐华的合约已进入倒计时阶段。尽管双方都未对续约问题给出明确回应，但是否解约、是否单飞早已成为粉丝与业内人士密切关注的焦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读目前的高密度行程和集中曝光，那么很可能，这正是乐华在合同周期临近终点时的战略加速，也是一次试图在可能失去王一博这张王牌前，快速变现其剩余商业价值的商业操作。
然而，王一博本人却在这场高速运转的名利游戏中表现得异常冷静。他从不轻易发声澄清，也不参与无谓的炒作，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总是干净利落，目标明确。他的专注与坚定，或许正是当下娱乐圈最为稀缺的品质。他没有用言语解释一切，而是用做事的人姿态回应所有争议。你质疑我行程太多，我便用更高质量的输出证明忙碌的意义。你怀疑我是被操控的流量机器，我就让你看到顶流也可以是顶级玩家，用作品与选择反哺价值本身。这种反内卷、反标签化的成长路径，不仅刷新了粉丝对其的期待，也悄然改变了整个行业对偶像艺人的理解方式。当然，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从舞台到电影，从赛车到品牌，他每一步看似跳跃，实则内在逻辑清晰，都是围绕破圈和破线而来。他不满足于某一单一领域的成功，而是在不断打破身份边界的同时，构建出更具深度和独立性的个人价值体系。这种自主驱动与持续创造力，是他能够吸引品牌、征服市场、影响城市乃至国家文旅布局的根本原因。对于乐华而言，王一博的存在已不再只是一个艺人资源，更像是一项战略资产。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估值他的商业潜力，是合情合理，也是势在必行。问题在于，公司是否具备足够的格局与耐心，去匹配这样一位具有独立品牌潜力的艺人，是否愿意在既得利益与长远价值之间做出平衡。从这一点看，未来王一博是否继续与乐华合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双方对于自由与边界的博弈结果。而对于粉丝来说，尽管看到他频繁亮相，难免担忧身体是否能承受，但更多的应是为他不断突破边界，实现自我跃升而感到骄傲。在这个时代，保持热度不难，但保持冷静却难上加难。王一博正是在一片热潮中，始终守住了初心与节奏。他所带来的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选择；不是跟风流量，而是打造方向。最后，想对每一位支持王一博的观众说，请相信，他并不是在迎合这个世界的标准，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标准。即使当下的行程看起来超负荷，但每一步背后都藏着他对未来的铺垫与准备。他不只是一个被光环包围的名字，而是一个以行动诠释价值的创造者。他走得快，也走得稳。未来，无论是否在乐华，无论在何种舞台，他都一定会用自己独有的节奏，把顶流转化为顶峰。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静静陪伴，默默守望，用不喧哗的支持，为他照亮那条通往自由与广阔的路。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